为什么说再生侠的披风，就连奇异博士看到了也是羡慕嫉妒恨，仅需一个意念，便能瞬间构筑起防御护盾，将一切来袭的攻击悉数挡下，还能与周遭的物体完美融合，助你随心所欲地隐匿于任何角落。那招自动防踢蛋蛋的功能专治各种不服，更为惊人的是，它的战甲配备全自动防御机制，专为抵御那些突如其来的致命伤害。然而就是这么牛逼的战甲，却是他在地狱之中承受了长达5年的折磨换来的。原来西蒙曾经是一位顶尖的杀手，他在执行某次暗杀行动时，用炸弹炸毁了一架飞机，尽管他顺利除掉了目标人物，然而这一举动却致使26名无辜百姓不幸丧生。当西蒙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，怒气冲冲地找到老板兴师问罪，可老板却冷冷地回应道：既然你决定踏上杀手这条路，就不该存有怜悯之心。但老板的这番话与西蒙内心坚守的正义背道而驰，于是西蒙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提出了离职申请。老板见西蒙心意已决，便提出在离职前让他再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。任务的目标是一座生化实验基地，西蒙的任务则是潜入基地内部，将所有生化武器彻底摧毁。为了能早日摆脱这个组织，西蒙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下来。哪曾想这趟任务竟成了他进入地狱的入场券。没一会儿，西蒙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目标基地，3两下便放倒了一名小喽啰。可当他往基地深处进发时，却惊觉此处的守卫全都没了气息，而且基地内部已被安满了炸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老板冷不丁地现身了。他告知西蒙计划有变，就是要把这个生化基地炸个粉碎。可这基地周边全是城镇啊，一旦病毒泄露，村民们必然性命不保。但自私自利的老板哪会管这些？西蒙自然不会任由他的阴谋得逞。谁能想到此时老板的女保镖突然从背后发动袭击，把西蒙打得身负重伤。到这时西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精心为他设下的骗局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要铲除他这个心头大患。只见那女保镖猛地朝他身上喷洒一身的汽油，那心狠手辣的老板还故意去激怒西蒙，放言称西蒙死后他会好好照料西蒙的妻子。这番话无疑是彻底触碰到了西蒙的底线，他说自己变成鬼也绝不会放过他。感受到威胁的老板不再犹豫，直接把烟头扔到了西蒙身上。刹那间，西蒙的身上便燃起了冲天大火。老板在离开之际引爆了基地里的炸弹，万没想到这剧烈的爆炸竟炸开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通道，把西蒙的灵魂硬生生地拽进了18层地狱。在炼狱之中，西蒙遭受着地狱之火持续不断的折磨，整整熬过了5年。每次感觉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的思绪总会飘向在人间的妻子，还有对老板那刻骨的复仇。魔王看他这份坚定不移的意志，便现身与他订立了契约，赋予他远超凡人的强大力量以及不死之躯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他得在复仇成功后为魔王去搜集那些邪恶之人的灵魂。等到收集的魔兵数量达到一定程度，魔王便会率领大军直捣天堂，进而统一人间。为了实现复仇和守护妻子的夙愿，西蒙甘愿付出一切，于是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与魔王签下了契约之后，他带着满腔的复仇执念重返人间。然而他所遭遇的种种太过离奇，导致他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。他凝视着水中的倒影，竟被镜中那狰狞的怪物惊得浑身一颤，自己曾经那英俊潇洒的面容早已消失不见，如今竟成了人人见了都心生恐惧的怪物。他失魂落魄地徘徊在细雨淅沥的街道上，宛如一个被整个世界遗弃的孤魂。可即便他的记忆已经完全丧失，内心深处对妻子的那份执着仍如暗夜中的明灯，指引着他朝着家的方向前行。只是当他终于达成心愿，回到家中时，却惊愕地发现妻子已然改嫁他人，而那人竟是自己的挚友隔壁老王。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他们已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曾经那些海枯石烂的誓言，在这一瞬间都沦为了令人捧腹的荒诞笑话，取而代之的是那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痛苦与悲凉。他的身体里刹那间爆发出一股绿色能量，然而即便他此时已经模样大变，曾经陪伴他的旺财还是能一眼就把他认出来。前妻的女儿听到动静赶来，看到他误以为是需要救助的乞丐，可是这一幕被突然现身的前妻瞧见了，他担心女儿的安全，立刻就把老王叫了过来，打算把这个怪物赶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丑突然冒了出来，出面帮他化解了困境，他这才得以离开。原来小丑是魔王派到人间来监督他执行任务的。在小丑的协助下，西蒙渐渐恢复了一些记忆，这才如梦初醒，意识到自己在地狱遭受了长达5年的折磨，如今凡间也已经是物是人非，但他仍旧难以相信自己已然离世的事实。为了让其认清这一残酷现实并完成使命，小丑引领他来到了一片墓地之中。他抬头望去，惊愕地发现这竟是自己的坟墓。在小丑的步步引导下，他挖掘坟墓，
直至目睹那具烧得焦黑的尸体以及自己生前随身携带的信物，才终于确信自己确实已经死去。此刻的他不过是魔王在地狱中为他重塑的一具身躯罢了。当他彻底看清这一现实后，体内潜藏的力量也开始逐渐觉醒，锋利的骨刺不断从他身体各处冒出，并且还在不断变化形态，直至完全包裹住他的全身，最终形成了一套无所不能、奇异非凡的战甲。小丑告诉他，这便是魔王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强大力量。这套战甲可不简单，不仅能将他体内潜藏的无限潜能激发出来，还能让他仅凭意念幻化出各式各样不同形态的武器，只要运用熟练，便能无所不能。此刻，西蒙心中只剩下一个坚定的想法，那便是复仇。自此之后，他给自己封了个称号在身下。